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曾经了解并且拥有过一台 VU。这台英年早逝的主机虽然知名度不高，但是却为玩家留下了不少的遗产。当然，今天的游戏推荐依旧没有第一方游戏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大家找几款第三方游戏，当然第三方独占游戏也算。那么也是点赞破200，追加下一期 VU 游戏推荐。由于 VU 主机羸弱的性能和复杂的架构，导致其整个生命周期都没有怎么出现过写实类游戏，而育碧为 VU 量身打造的这款僵尸 U 则非常完美的填补了这个空缺。游戏有着 VU 平台写实风游戏里首屈一指的画面，这款游戏颠覆了我对 VU 画面水平的认知。要知道，这样的画面即便是出现在同期的 PS4 上也可以算是不错的水平，更别说是现在它出现在了 VU 平台上了。本作的玩法就是喜闻乐见的第一人称收集加上打僵尸了，并且游戏完美的融合了 VU 的 Pad 手柄功能。本作允许玩家通过 Pad 上的触屏、体感以及相机功能来全方位的辅助游戏，让玩家即便是使用 Pad 也可以操作的得心应手。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本作拥有着不错的联机模式，而这个联机模式则非常像《生化危机3重置版》送给玩家的那个小游戏。两位玩家分别扮演僵尸领主以及幸存者，僵尸领主会以俯视角观看整个战局，并可以往场上加装陷阱以及释放僵尸，而求生者这边则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冒险。本作优秀的关卡设计以及不错的手感，再配上写实的画面以及可玩性极高的联机模式，让它足以成为 VU 平台的必玩游戏之一。不过如果你非常想玩本作，但是没有 VU 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本作在后续将删掉了 VU 特性的版本，移植到了它同期的各个平台，让所有平台的玩家都能体验到这段惊险刺激的僵尸冒险。而接下来的这位更是重量级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极品飞车。这部极品飞车17最高通缉，同样是大家能在 VU 上玩到的最写实、最炫酷的赛车游戏。这款游戏在 VU 平台上的表现相当不错，画面观感相较于老一代主机有了进一步的提升，这也是极个别的可以展现 VU 是第8世代主机的作品。本作原生支持双线操控，这也是 VU 平台的一个特点，即用手柄或者外设操作游戏，而 Pad 上则显示地图以及更换车辆等选项，这也让 VU 版的极品飞车17可以一台主机与朋友一同游玩。而说到游戏移植本身，本作无论是画面还是帧数都挑不出什么特别大的毛病，画面相较于上世代版本更加绚丽，而帧数也几乎趋于稳定。同时在 VU 平台你也很少能找到类似的游戏，这也让这部具有 VU 特色的移植作品更加具有游玩的价值。绕来绕去又绕了回来，今天的第3款作品依旧是一个第一人称的打僵尸游戏，不过与为 VU 平台量身打造的僵尸 U 相比，这款作品的名号要大上不少。本作是著名 IP 行尸走肉的衍生作品，当然这部作品放上来也仅仅只是为了图个新鲜。本作虽然相比于 PS3 以及360有着更好的体验，但是在 VU 平台它的分辨率依旧很不尽人意。不过虽然大块的狗牙人游戏的观感显得并不是那么舒服，但是还算不错的剧本以及游戏内容的安排，都让游戏时刻处于一个还算有意思的可玩度。不过最重要的一点，也是很有可能劝退大家的一点，就是本作在 VU 平台没有汉化补丁，也没有中文，这就让本作的上手门槛变得非常的高。再加上本作是一款剧情推动向的游戏，看不懂剧情的话，想要在游玩中找到乐趣可谓是难上加难。不过如果你看得懂剧情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本作的剧情其实相当精彩。但是由于本作 PS3 级别的画面，让我每次游玩本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在玩死亡岛的错觉。这款作品大家知道有就行，不必刻意的去翻找游玩，毕竟本作 PC 有汉化。本期第3款游戏是3大 ACT 游戏中难度最高的一位，超高速的战斗、华丽的招式以及暴力的处决，让无数玩家前来挑战这款难度超高的作品。并且这部《忍者龙剑传3：刀锋边缘》有着历代最丰富的人物以及系统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本作就是你在 VU 平台能体验到的最杰出的暴力美学了。本作原版早期在 PS3 平台的种种问题，都在这款《刀锋边缘》得到了改善，并且本作无论是分辨率还是帧数，都要比上代主机以及 Switch 平台的移植版要好上不少。本作极高的完成度可以说是 ACT 游戏爱好者不容错过的作品。不过相对的，本作的劝退点也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游戏超高的难度。本作超忍模式的难度之恐怖，可谓是劝退了几乎90%的玩家。当然，本作依旧有对新手较为友好的其他难度可选，但是相比于鬼泣、猎天使魔女等作品，本作的难度还是高上不少。如果是动作游戏苦手的话，那么我这边建议还是不要来碰本作了，因为本作对手残玩家真的非常不友好。接下来便是这部同时融合了校园偶像以及火焰文章要素的游戏《幻影异闻录 FE》。听到异闻录这3个字，大家可能就知道这款游戏的来历了。
是的，没错，本作是由 Atlus 制作的一款任天堂独占游戏。游戏类型方面，本作是一个以行动条推动的回合制 RPG。本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莫过于其中那些演出效果十足的主题音乐。在战斗中，游戏也为玩家提供了一套非常有意思的操作系统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用克制敌方属性的攻击到敌方以后，我方可以进行强力的追加攻击。这个效果对主角团也同样适用。这也就让游戏前中期的战斗系统变得非常有意思。但是越往后玩，你就会越发现游戏怪物的高重复度，导致游戏越靠近后期难度越低，因为所有怪物的难点都集中在初见不知其属性的时候。一旦了解了怪物的属性，想要杀敌便变得十分轻松。而剧情方面，本作虽然没有特别惊艳，但也不算差。如果你对青春偶像类型的题材非常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本作可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。不知道以上推荐的几款游戏你是否都玩过？这个节目的初衷也是让玩家多了解一些那些冷门游戏，同时中间也会掺杂着一些好玩的热门游戏。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到你的话，不妨一键30加关注支持一下。你们的3连和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点赞破200，快速追加下一期。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